其中一位藤池神君说道：“天一那家伙的神体和神魂果真彻底的陨落了，无法再次重生了。”神君手里拿着一个特殊的物品，其上并没有出现异常的反应，或许应该是感知神体和神魂体的宝物。这有些不对劲啊，竟然无法感知此前击杀天一的那道气息。勇武神君也是有些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匪夷所思。难道这天意神君被击杀的时候，此人故意隐藏了自己的气息不成？竟是在现场无法探测出有用的信息。藤池神君抬起自己的手掌，将掌心中的那特殊之物缓缓推出，然后两位神君催动自身的神之力量，全部的灌输在了此物之上。随着片刻之后，此物竟是浮现出巨大的能量，直接重新扫视了玄灵谷每一个角落的其他气息。我就不相信，结合我们两个人的力量灌输在寻气石中，就不相信还无法找出对方的影子出来。他们这一次收到高层的命令，一定要调查出击杀天意神君之人，随后让其碎尸万段。恐怖的力量也是愈发的磅礴，这片天地间竟是有着一道残留极其微弱的炙热能量。然后两位神君在推演之下，他们的眼睛竟是暂时性的失明了，因为他们只是模糊的看到一位黑袍身影，根本看不清对方的面容。只见得对方的眼睛中有着黄色的刺眼火芒，直接冲击到了他们的瞳孔中，直接是被放空的一切。但也很快，这样的失明也恢复了过来。随着他们复明的那一刻，内心早已经被震撼所笼罩。这是什么东西？竟是如此的恐怖！他们身为7御天和6御天的神君，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招式。在震撼了片刻之后，逐渐的冷静下来，开始分析刚刚那股炙热力量的来源。他们经过神器联盟中独有的秘法，配合寻气时的推测之后，最后那道模糊身影似乎前往了8御天的通道方向。虽然不是很准确，但至少给出了一丝踪迹。击杀天意神君的那人前往8御天了。藤池神君低沉出声，看来对方是有备而来，而且他的目标很明确，在击杀天意之前就是冲着玄灵谷来的，而现在又去了8御天，难道还要找始夜神君不成？勇武神君目光一凝，不管对方是不是找始夜神君，我们先去8御天看看究竟。说罢，两位神君的身影也是朝着8御天急速掠去。现如今的9御天暂时没有了神君，也逐渐变得更加的血腥起来，因为有很多的成员都想要坐上这个神君的位置，只有这样子，他们才能获得更丰富更多的神之资源，对自身的实力提升也会有着巨大的帮助。8御天这里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于9御天那般的血腥之气，更多的还是精纯的神怨之气，这一域之差竟然是天壤之别，难怪9御天会是最底层的。8御天中虽然神怨之气浓郁很多，但也有些许血腥的区域，但就是这样的相比，8御天的生存会舒适很多。这里的天空呈现淡红色，没有血洗天空的画面，当然这里的成员将会比9御天更加的强大一些。在8御天中是没有序列神的存在，包括第一序列神，因为序列神是神指境中的最基本的境界，所以到了8御天中，最差的都要准天位神的实力，大部分都是1重天位神和2重天位神的强者在这里生存。当然在这个8御天中，实力最强的自然是始夜神君，他的实力已经达到2重天位神巅峰层次。况且8御天的资源同样无比的丰富，神元之气也从空气中不断的弥漫而出，简直就是适合修炼的地方。此时有2道身影出现在了8御天的一处虚空上，萧炎望着下方那连绵不绝的山峰，以及一些没有见过的建筑风格，有一度以为自己仿佛又进入到了一方新世界。也可以说9御天神阁中的每一御天都是不同的世界，他们之间的差距也非常之大，不愧是8御天，这里的确能够让修炼者更快的提升修为。萧炎也不禁感叹8御天的资源磅礴。不过现在萧炎来此可不是修炼的，而是找到天心主的下落，将其救出来。你知道天心主关押在哪里？萧炎的目光打量了这片天地后，转头对着一旁的素素问道。素素努力地回想了一下，当初自己与天心主见最后一面实是在8御天的一处西北之地，那里被称之为8御天的囚牢地狱，也是关押很多惩罚者的地方。如果我没有记错，天心主应该被关押在8御天囚牢之地了。囚牢之地？萧炎好奇地出声道。没错，那里是8御天的地狱，其中有诸多的惩罚者都在其中，每天都会接受不一样的恐怖刑罚，是所有8御天中强者们的噩梦。素素慢慢地解释着，而萧炎听后脸色自然不会那么平淡，眉头微微皱起，心中暗自起来，8御天的囚牢地狱，如此看来天心主前辈怕是凶多吉少了。萧炎也不再耽搁，立马让素素带路，以最快的速度赶往西北方向的囚牢之地。素素也点点头，不过看萧炎那着急担忧的模样，似乎与天心主的关系也不一般。眼前这位戴着面具的黑袍男子究竟是谁？为何他可以轻松地击杀天一神君以及摧毁了整个玄灵谷？一直好奇的想法浮现后，素素也没有问萧炎的身份，既然对方是与天心主关系不凡，那么自己也没有什么可问的，先救出天心主再说。在素素的带路下，直接抄近路，以最快最极致的方法缩短距离。8御天比起9御天还要大一点，所以也花费了至少半日多的时间，终于是抵达到了西北之地的外围。这里的空间扭曲，顿时间从那空间中走出了2道身影，先是环顾了四周一圈后，
然后速速出声道：“那囚牢的位置应该至于距离我们的几10万里左右了。”闻言，萧炎也是点点头，终于抵达此处了。这半日多的时间赶路还真是够快的。如果换作是其他地方，那么就没有那么快捷迅速的空间虫洞了。因为在九域天神阁中，不管要去哪里，都有空间虫洞，只要知晓空间虫洞的路线，自然会快很多。当然，这样的大手笔构造可不是每一个势力中都拥有的，唯有庞大资源的神奇联盟方才能够有着这样的底蕴和实力。但这里既然是8域天的囚牢之地，那么肯定有重兵把守。萧炎与素素二人直接朝着囚牢方向飞行而去。萧炎根本不怕被什么人发现，因为这是最直接最有震慑的效果。当然，像萧炎的这种做法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唯有实力强大的时候才可以。刚刚素素还想着说偷偷潜入其中，但是萧炎可没有这么打算。如今他5重天位神巅峰的实力，再加上一些强大的底牌，横推2域天之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况且自己已经将真实身份隐藏起来，没有人会知晓他就是萧炎。而唯一知道萧炎他真实身份的天翼神君也已经死在萧炎的手里，灵动和沐尘二人危在旦夕。萧炎可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做一些浪费时间的事情，目前只有救出天星主，或许才能够打听出灵动和沐尘的下落。一路上，萧炎一个眼神就击杀了诸多看守者，他们的实力也很强。不过遇上更强的萧炎，那些看守者自然就变成了蝼蚁。如果单看修为的话，萧炎的实力可是堪比5域天神君，这样的实力，敢问8域天中所有人都反抗不了。萧炎展现出来的强大力量，让得跟在身后的素素感到吃惊，这简直就是一名超级神奇啊！没想到天星主还有这样强大的以为熟人。素素也变得坚定起来，这一次怕是真的可以救出天星主了。随着萧炎他们越接近囚牢之地，周围的看守者也越来越多。当然，萧炎的火海一出现，这些人的身躯直接是被燃烧了起来，恐怖的炙热气息顿时间将这片天地间的温度提升了一个极致高温的领域。就算有些反应快的人，催动自身的天位神力也无法抵御住神火之海的燃烧，这些都是1重天位神的实力。萧炎只需要举手投足间就能够将其瞬间抹杀，现在的萧炎则是做到了。感受到萧炎的恐怖火海后，那些看守者也没有选择进攻，而是疯狂的逃窜，因为萧炎的实力太过震撼了，他们根本无法对抗，能够逃命才是最佳目的。但在萧炎的眼里，这些人自然是逃不出他的火海。炫白色的火海愈发的浓郁了几分，将哪些人逃跑之人全部吞噬其中。随着痛苦的呻吟叫声后，最终神体神魂皆是溃散开来，就算有2次生命，也无法在神器联盟中复活了。萧炎进入8域天之后，就开始血洗西北区域，这等轰动的大事情直接是传入到了囚牢之中。而刚好今日8域天神君也在这里，一听到这样的消息，他显然是不相信的。可后来他的确感受到了一股极其庞大的炙热高温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弥漫他这边，他的目光也逐渐的阴沉下来。当即率领囚牢中的几10位精英强者火速冲出囚牢，看一看究竟是何人敢在他8域天放肆。囚牢之外，萧炎一路横推，轻松无压力的来到了西北区域的深处，距离囚牢也就几万里的距离了，所以这里的人就算一起上，也无法阻止萧炎的豪横进攻。萧炎眼睛都不眨一下，手印变幻间，火海犹如是海里的猛兽一般，张开庞大的巨嘴，直接将那些人统统包裹在了其中，任由他们如何反抗，最后都会在恐怖的高温下瞬间的消融蒸发。素素的脸上也露出自信的笑容。萧炎如此的战斗力，恐怕很多就连7域天8域天的神君都做不到，何况想要阻止萧炎的进攻更是不太可能。经过几个小时的进攻，萧炎可以用肉眼看见这片区域的最深处，那里有着一道巨大的神法大阵，大阵之上还有着无数道漆黑色的锁链相互交融着，并且散发出令人骇然的恐怖能量，甚至可以感受到囚牢内那些不甘之人的愤怒恨意，个个都是狠角色，都给我死！萧炎一声怒喝，火海翻涌，形成了万丈高大的火浪，直接将他们淹没其中，发出痛苦的惨叫声。然后就在萧炎他们距离囚牢的几千里距离后，有着几10道流光朝着他这边急速掠来，而且其气息都稍强了很多。真是好大的胆子，竟然击杀了我8域天如此多的人，今日你是走不出8域天的大门了。说话的是8域天的神君，他的身影瞬移地出现在了萧炎的面前不远处，两人相互地望着彼此脸颊，对方戴着黑色面具，8域天神君根本无法看清楚对方的真面目，而萧炎将8域天神君的陌生面孔看了个遍，从对方的穿衣打扮显尊贵身份，想必应该就是8域天的神君了。真巧，今日我还真的不想出8域天的大门了，但是我会将你们全部击杀，你也不例外。萧炎的语气很平淡，但是却有着极其可怕的杀意，因为眼前的这家伙竟然拿将天星主囚禁于此，还真是不给他教训，真过意不去。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何杀了我8域天那么多的人？你这是要以一人之力对抗我们整个8域天不成？低沉的声音自8域天神君的喉咙间传出，萧炎则是一笑，丝毫没有将什么8域天放在眼里。换作是就是几10年前到时还没有与之对抗的本事，但现在却是可以轻松拿捏整个8域天。旋即，萧炎的淡淡声音在这片天地间响起，声音虽说平淡，但是却仿佛有着某种魔力一般。一时间，竟令得在场的所有人的身子都瞬间僵硬了，犹如被雷击了一般。
就连八玉天神君的身躯都是一颤，瞳孔都是急速紧缩起来。九玉天神君以及玄灵谷就是本人所为，接下来就轮到你八玉天神君了。八玉天之人皆是目瞪口呆，萧炎的这句话在他们的脑海之中犹如闷雷般炸响。他们也才刚刚得到消息，九玉天的天翼神君被杀之事，原来就是眼前的这位黑袍男子干的。